慈禧、光绪，一个不留。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快追！住！师傅，师傅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帮那些狗官看家护院，不配做我的徒弟。我只是给新君当全书教头，保镖之事只是帮忙而已。帮他暗算皇上是吗？你也配有对他辫子？徒儿冒犯了师傅，请您责罚。四哥，兄弟王武有负你所托，竟然收了这样的徒弟。霍师傅，那个刺客抓到没有？霍师傅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刺客，绝不能让他再次行凶了。这次阅兵，老佛爷和所有王公大臣都会参加，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所以，我给你调动巡防营的令牌，希望霍师傅在阅兵之前抓到凶手。族长，行刺提督的人我已经查出来了，他叫大刀王武。他是谭嗣同的保镖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活到现在。看样子他的刀法十分了得。可惜啊，这样的武士不能为我所用。如果中国再多几个这样的汉子，我们的大计就难成了。还有，兴中会和新军，他们现在联合起来和朝廷作对。上面给我们的指示是：坐山观虎，取其强势而力导。哪一方获胜，我们再做打算。就怕那个王武会坏了大事啊！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就给我上！师傅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农进孙想见你。非我族类。他叫我干什么？他想劝你暂时放弃行刺计划。哼！要不是看在他是你的朋友，我连他一块杀了。不见。他说这关乎我们400万同胞的前途，我也不确定他这话什么意思。还什么意思？只有2个字：革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会这个革命党。他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我们可以比一比道理。师傅，出入小心点。在武馆外出事，算我的；在武馆内，算你的。
其实就是一条小命，用不着太紧张。但是行刺的计划，我是不会改变的。师傅，不喝了。王师傅，我虽然不是武林人士，但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王师傅，您这次坚持要行刺，与其说是复仇，不如说是保皇。我说的对吗？不错。所以你更该知道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废除皇上的。其实你们行刺慈禧的想法，我很支持。六君子的血债，慈禧才是罪魁祸首，只因小人太多，提督不过是个小角色。好，王师傅，那我今天就以武林人士的规矩立誓，只要王师傅可以暂停行刺计划的话，事成之后，我们绝对保证皇上的人身安全。光保证安全是不够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皇上？皇上就是天子。我们可以开议会，办洋务，兴西学，可是皇上的龙椅是不可以随便搬动的。第3杯喝完了，请。虽然我们俩无法达成共识，但是你这个朋友，我是交定了。这是我们革命党总部的地址，随时欢迎您来做客。告辞了。等什么？上！原来是个婆娘。你怎么解释？我们下午确实开过一个会，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要不要刺杀王武师傅。会议结果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就是你们的革命纲领。你错了，我们会议的结果是不去刺杀王武师傅，因为这会分散我们的力量。但是我们会尽力保证提督大人的安全。另外，我们也会尽力查清那些来历不明的人的身份。冤家，
你在现场有没有发现其他证据？这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东瀛忍者的迷烟。我们的人是失手了，可是我们已经留了一手，他肯定会找革命党去报复的，所以我估计，近日他是不会再到这儿来了。那好，把矛头转到革命党身上，那样我就安全了。提督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啊！逮住了革命党，立了大功，得记住我这个日本朋友啊！啊！放心，放心，你们中了那提督的奸计了，他已经串通了日本人，准备将你们一网打尽，然后向朝廷邀功。你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我们确实曾经和日本人谈过起义的事情，虽没能合作，可他们是支持我们的。这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，能有假吗？哼！断头不断志，山下聚红龙。午时3刻，西山下碰头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在下面说话的时候，我在上面全都听到了。我本来想把你们全都杀了，但是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日本人，我这才知道他们的阴谋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我认你这个朋友，快带着你的兄弟跟我走吧。王师傅，现在不是朋友不朋友的问题，我根本没办法分清楚你的立场。我要对我们的兄弟们负责，对革命负责任，我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。我有什么立场啊？我当你是条汉子，所以不想让你白白送死。我来是想让你们快走，可你却执迷不悟。那好吧，告辞。他们来了。山下聚红楼，弟兄们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弟兄们辛苦了。检查一下，打开箱子。是空的，空的，打开。没有，也是空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打开，还是空的，都是空的，还是空的。开炮！别慌，都别慌，都别慌！祝你早日康复。你们放心吧，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。这次我回广州，一定会成功的。
能不能成功，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听说广东省历来是你们的地盘，说不定还真能成事。不过，你要胆敢再来攻打我们京城，夺光绪爷的地位，你看我王武怎么对付你？那都是以后的事了。不过这次西山一战，多亏了王师傅的一个义字。你们放心，我们革命党人不是忘恩负义之辈。两位，后会有期。能兄，保重。所有人准备。你们这些刁民，你们这些行为是违法的。笑话！这是我们大清的土地，怎么能让你们横行霸道？如果你们再不撤，我们就开枪了。誓死保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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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兄们，跟他们拼了！热火球！你去救人，我去杀敌。是啊，走啊！师傅走啊！准备，开火！贪功，过江不过，王武随你去了。
分谁吧？我开火！睁開眼吧，小心看吧，那個元神老人為屬與人怨，人家要氣人。開口叫吧，高聲叫吧，這裏是全國皆兵。力量都要侵入，師傅，快走！終別使命。师傅，洋人已经把牌楼毁了，这是师公的刀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叫霍元甲。这就是你们京城最大的盗贼，打倒王屋的下场。你看，看谁还敢反抗我们！师傅，干嘛的？长官，我们是送酒的。怎么这么晚？对不起啊。过来，过来。哦，拿着。哦，酒来了。拿着。干。哎，好好好。喂，过来过来啊！没有酒了，再去拿。再去拿酒。把这剩下那点给我，跟我来。你过来嘛，快过来呀！不用担心，我忘不了你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就是霍元甲。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哇，这么坏干的，这不是队长的人头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就是霍元甲。我再次强调，我是在以文明的力量来熏陶你们这个不开化的民族。野蛮的武力是对付不了文明的子弹的。子弹才是真正的野蛮，它是没有人性的。
山秀丽叠彩峰岭，国家那像烟顶，冲开血路挥手上吧，要致力国家中兴，熙攘國土在中踐踏，個個負起使命。萬里長城永不倒，千里和水滔滔，江山秀麗疊彩峰嶺，國家那像煙頂，衝開血路揮手上吧，要致力國家中興，熙攘國土在中踐踏，個個負起使命。萬里長城永不倒，千里和水滔滔，江山秀麗疊彩峰嶺，國家那像煙頂，衝開血路揮手上吧，要致力國家中興，熙攘國土在中踐踏，個個負起使命。萬里長城永不倒，千里和水滔滔，江山秀麗疊彩峰嶺，國家那像煙頂，衝開血路揮手上吧，要致力國家中興，熙攘國土在中踐踏，個個負起使命，衝開血路揮手上吧，要致力國家中興，熙攘國土在中踐踏，這誰是漸已成。上面有什么指示？还是不能杀霍元甲呀！这次要利用他，扩大英俄和中方的矛盾。我们该怎么做？栽培他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把这棵小苗培养成参天大树，然后再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砍掉它。你愿意为我们服务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恨霍元甲。你们不都认为他是个大英雄吗？我才不管他是英雄还是狗熊。既然他让我蒙受了耻辱，我就要报复，报复！好，这个理由非常中国。我们愿意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。是。对了，我都活了好几天了吧？房租交了没有啊？你放心吧，房东答应宽限几天。着火啦！啊！这。啊！哎呀！
师傅，师傅，我来干！师傅，不能去，太大了，不能进去。打！你没事吧？打！没事吧？师傅，全谱。打！师傅，对不起，打没用啊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赵姑娘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我跟大安在屋里，不知道怎么就着火了。霍师傅，您不要再说了，这钱您要不收下，就当没我这个朋友。王兄，你重义轻利，雪中送炭，这份恩德，袁家永世不忘。嗨，也不是什么恩德了，这个忙呢是中国人都得帮。只是这重建武馆呢，我倒有个想法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如果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做。也不是要你帮忙，我只是觉得这武馆已经烧了，而且武馆已经易主了，就不应该再叫淮山武馆了吧？其实改名的事，我正有此意。我承担馆主的职位，目的是借助于这身份，团结武林盟友，还有向国人宣传习武的精神。如果再开馆的话，我想命名为精武门。精武门，那就是心无旁骛，专精于武学之意。不是，精乃精忠报国的精，武是止戈为武的武。我开馆收徒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激励国人团结一心，将我国推向太平盛世。精是态度，武是手段，强国才是真正的目的。好一个精武门呐，一个气势威武的好名字，好名字。霍师傅，恭喜恭喜啊！太后听说您打败俄国大力士的事儿，已经下令撤销精武令了。真的呀？啊，太好了，师傅！正好我们精武门扩建，可以多收一些弟子啊。是啊，来，师傅，进来喝杯茶吧。请。他霍元甲明明是个杀人凶手，现在居然这么风光啊！老天爷瞎了眼，我赵振南就亲手杀了他，给我弟弟报仇！表哥，你不想报仇吗？现在霍元甲是全国的大英雄。龙公子，我还是劝你多学学政治。哼，既然已经有人给了我们想得到的利益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扶持一个有可能造反失败的人去当皇帝呢？嗯。可是你们日本人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东三省。龙公子。这里我要提醒你，我们大日本帝国想要得到什么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。如果你再多嘴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怕我说出去是吗？如果日本人想要得到东三省，你们就不要食言，你们要帮我当皇帝。有话好说嘛，别吵啊！我们是要扶持你当你的皇帝，可是我也说过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至于东北三省，我们大日本帝国想要的东西，我就一定能得到，不管是从谁的手里得到。
你说不是时候，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？冷公子，你想要做大事情，就得有点耐心才行。至于什么时候可以，我也说不好。好啊，好啊，王兄，告辞。想不到您对托尔斯泰有如此深刻的了解，我真想替他吻您的手。其实我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，倒是大使先生对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有如此深刻的见解，让我十分钦佩。知己知彼嘛，我们不能输给对手。对手？贝加尔先生也会有对手吗？哎，一个很强硬的对手，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远在我们之上。啊，那会是谁啊？你说来听听吧，让我也增长一些见识。这些事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贵国不是有句话叫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？那贝加尔先生是说我是个不道德的女人了？美是一种超越于道德之外的东西。那我希望下次能听到你更高的见解。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您请坐。这个是送给您的。好漂亮。据传是乾隆年间香妃佩戴过的。啊，那太贵重了，我不可以接受的。不，您这么美丽，您配得上它。你真会说话。让我帮你把它戴上，我会静静地注视着你离开。精武门，师傅，外面有位霍先生找您。啊，快请。不用你请。大哥，家里发生什么事？你还记得有这个家吗？你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。霍大哥，我是袁勇，究竟什么事？袁勇，虽然二叔去世，但你不应该把他老人家一生的心血交给这个畜生。霍大哥，袁家他开武馆，你闭嘴！这是我们霍家的事，不用你们赵家人操心。大哥，逆子，跪下！你上次回家，父亲已经病重，你匆忙离家，我还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办，没想到你是为了开这个武馆，为了一己私利。你这个逆子，开什么精武门？欺师望族的不孝子孙！爹临终前有没有留下遗言？爹什么都没说，说了，
你会听吗？瞧你干的好事，明明是霍家拳馆，竟变成什么精武门了。爹的在天之灵，一定不会瞑目。逆子！哎，师伯，师伯，师伯，放开我！师伯，师伯，师伯，你放开我！师伯，别这样，师伯，放开我！师伯，师伯，大哥，师伯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可以罚我，但精武门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我们大家用多年的心血换来的。你住口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没错，爹一直想让你把霍家拳发扬光大，可是没想到你不仅没有光耀门楣，反而背道而驰，大言不惭的开什么精武门！我本来现在就可以清理门户，不过念在您有孝在身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3天之后，你要是不砸了精武门的招牌的话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大哥，我舍弃了霍家拳，创办精武门。你认为我这么做是不孝？但是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。除非你把精武门的招牌拆掉，否则我绝不踏足半步。哎，师伯，你别这样啊！师傅创办精武门，他也是想……你闭嘴！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嘿，大哥，父亲已经亡故了。所谓长兄如父，你不听我解释的话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师伯，我们都跪下来了。如果你不开门的话，我们就跪上3天3夜啊！大哥，清理门户，势在必行。明天清晨，桥上了断。今天是不是真的要用武力来解决？如果你还念及手足亲情，还记得爹他老人家的话，就赶快解散精武门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门派只不过是形式，为什么不能打破枷锁呢？看来你还是执迷不悟。从今天开始，江湖上要不就有你的精武门，要不就有我的霍家拳。大哥，难道咱们真要手足相残？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你听不听爹的话？万古没有不变之法。大哥何必这么固执？您却是爹亲手写成。你要是不遵他的教诲，以后就不再是霍家的子孙。大哥，怎么不用你的迷踪拳？我败在你手上，无话可说。从今以后，你开你的精武门，但是我不许你将霍家拳传给外人。既然是一套好的拳术，为什么不能传给外人啊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将爹的拳训改了。怎么把拳训改了？其一，
不分入室弟子还是拜门弟子，皆可沿袭霍家拳，强身健体，保家卫国。其二，无论男女子婿，皆可传授霍家拳。其三，除争强斗狠、心术不正者之外，其余人等皆可入门。其四，为师为长者，要把霍家拳全部倾囊而赠，不得予以保留。以上拳训，皆我辈顿悟而得，望后学晚辈有容乃大，破除门户之偏见，方能使霍家拳流传千古，强我国人体魄，树我民族精魂。切记，切记！爹，谢谢你。爹，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大哥，跟我回精武门吧。我还有何面目见人？大哥，你看，拳训都改了，我们两个可以将霍家拳发扬光大。大哥，跟我回精武门，帮我教弟子。大哥，霍元甲师傅教过你们霍家拳，这个没错。可他的霍家拳没有经过师傅的指点，而是靠自己的天资领悟出来的。我不是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，但霍家拳是外家拳的架子，比如他的长拳、阔步。可功法上又有内家拳的特点，可谓是内外兼修。霍家拳可分为4击8法12形，在兵器上又有单刀、双刀、双拐、双节棍、大刀、大枪、画戟、月牙铲，这些练起来并不容易。喝水啊！没想到大哥对霍家拳的了解这么透彻。既然知道别人比你强，就要虚心学习。翻译，你过来一下。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已经全清楚了，就在裕泰茶馆。哦，
既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我要你吩咐下去，一定要尽快解国霍元甲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马上就吩咐下去。这个霍元甲，让我在上级面前颜面扫地。哼，这次我要让他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慈禧、光绪，一个不留。眼前这个酷似强哥的男人，正与朝廷乱臣商讨反清大计，岂料中途却杀出一个蒙面人，二话不说就提刀向他们袭来。有刺客！危急时刻，霍元甲前来救场，两人交手数回合后，他们似乎认出了对方。蒙面人犹豫片刻，选择跳窗逃离了现场。霍元甲心存疑惑，紧随其后，来到一处荒郊野岭。可蒙面人早已不知所踪。就在他松懈之际，蒙面人飞身一刀朝他袭来。霍元甲迅速格挡下马迎战，此人刀法凌厉，迅捷勇猛，绝非等闲之辈。霍元甲明显不是他的对手。师傅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把那些狗官看家护院，不配做我的徒弟。原来此人正是霍元甲的师傅大刀王武，同时也是维新六君子谭嗣同的保镖。当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这位提督大人中途倒戈投靠了慈禧，如今又与兴中会勾结，想刺杀光绪帝。王武本想暗中铲除祸根，为六君子报仇，岂料中途被徒弟打断了施法。霍元甲对朝政之事并不了解，可他知道自己对师傅有所冒犯，于是选择放弃抵抗，跪地受罚。王武并没有为难霍元甲，毕竟是自己花了10余载培养的弟子，他不想霍元甲像其他的江湖中人一样，将一生虚度在名利和争斗中。我只是希望团结武林各门派，交流武学的心得，然后将我们的武学精神发扬光大，就这么简单。王武听后也十分欣慰。霍元甲说他之所以在提督府上出现，纯粹是受好友农敬孙所托，解除误会的两人很快便离开了此地。殊不知小日子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他们。安顿好师傅后，霍元甲受邀来到提督府，对方一上来就拿出搜捕令牌，希望他能早日抓到刺客。农敬孙看出了霍元甲的难处，希望能与大刀王武好好谈谈，想劝其暂时放弃刺杀提督大人。没想到两个朝廷要犯此刻竟为了朝廷的存亡开始了辩论赛。二人与霍元甲皆为汉人，王武认为只要爱国爱民就是明君，错的只是慈禧，和光绪帝无关。而农敬孙则认为朝廷早已腐败至极，只能通过革命去改变国家的命运。尽管两人的观点最终无法达成一致，但同是爱国之人，王武也敬他是条汉子。这是条汉子，你带我送送他吧。可就在当晚，王武在睡觉时竟遇到了刺客。幸好他在白天就察觉到异样，因此提前有所防备，3两下就解决了所有刺客，还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兴中会的旗帜。而这一切都是小日子的栽赃嫁祸，他们留下了一个关键证据，这是东瀛忍者的迷烟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农敬孙希望把计划提前，还提出想要保住光绪帝。提督大人当然不肯答应，万一造反失败追究起来，他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？思索再三后，农敬孙也只好按原计划进行。没想到他前脚刚走，提督大人就和日本特务有说有笑。原来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谋反的幌子，把革命党一锅端了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房梁上的王武听得一清二楚。王武本不想插手此事，可念在农敬孙是霍元甲的挚友，更是一条爱国的汉子，他最终还是留下了一封信，向霍元甲说明了此事，然后马不停蹄前往约定地点，想要拦下农敬孙，但他似乎并不领情，还认为是王武为保住光绪帝捏造的借口。与此同时，提督大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直到炮声响起的那一刻，农敬孙才幡然醒悟，可一切都太迟了。多亏霍元甲看到书信的内容，及时赶到，三人最终有惊无险脱离了困境。经历此事后，他们开始理解彼此，纵使爱国的方式不一样，却又殊途同归。为了报答王武的救命之恩，农敬孙暗中派人刺杀了提督大人。好，杀得好！这条辫子就是从那个小人提督头上剪下来的。哼！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两人竟想擅自拆除震天牌楼。要知道，这座牌楼可是当地百姓为纪念林则徐的禁烟事迹所修建的，但这无疑对侵略我国的洋人是一种羞辱，因此他们才费尽心思要拆除牌楼。那么霍元甲师徒俩又将如何应对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我叫王子斌，可是每个人都叫我大刀王。眼前这个一刀一只白皮猪的男人，正是名震京城的战力天花板大刀王武。这天他正准备到城外散心，路上竟碰见洋人在欺压京城百姓，想要强行拆除纪念林则徐的牌楼。此时的霍元甲正联合武林各界英豪与洋人展开生死对决。身为霍元甲的师傅，王武又岂能置身事外？他身骑宝马，手举大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加入战场。洋人还来不及举枪，就已经命丧当场。可尽管他们武功再高，人数与火力上都不占优，再这样下去只会全军覆没。于是王武大声说道：元甲，
你去救人，我去杀敌。情况紧急，霍元甲也只好带着伤员先行撤离，而王武则留下来断后。论近战，现场无一人是他的对手，但洋枪的射程足以让无数英雄止步于此。刀好管什么用？世上那么多不公平的事，我能披荆。此时王武本可以选择逃走，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目光如炬，高举大刀，奋不顾身冲向洋人，用生命捍卫着国人最后的尊严。一声怒吼过后，王武坦然奔赴黄泉路。尽管子弹能让身体千疮百孔，但先辈的精神依旧坚不可摧。谈功过江不过，王武顺命去了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也没有向洋人低头半分，实在让人钦佩。王武的一生无妻儿牵挂，只有一匹老马相伴。他曾希望通过辅佐谭嗣同变法维新，让民族在沉睡中觉醒，可终究天不遂人愿。唯一让他感到骄傲的，恐怕只有霍元甲这个徒弟了。可就是这样一位英雄，死后还不得安息，丧尽天良的洋人竟把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，想以此震慑当地百姓，别做无谓的抵抗。霍元甲见状眼泛泪光，势必要让洋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叫霍元甲。于是就在当晚，霍元甲与徒弟几人联手，暗中在洋人酒里下药。很快他们便不省人事。此时领头的队长正在花天酒地，突然察觉门外鸦雀无声，决定前往一探究竟。岂料正好撞见来夺取王武头颅的霍元甲。野蛮的武力是对付不了文明的子弹的。霍元甲没有跟他废话，反手一刀就送走了他。而此举也彻底激怒了洋人，他们不仅联合八国，迫使朝廷封掉所有武馆，还私下派人在霍家武馆周围纵火。霍元甲不肯就此屈服，把武馆修缮后更名为精武门，重新开张。岂料武馆刚开业没几天，大哥霍元武突然找上门，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原来他们的父亲霍恩帝前不久刚刚与世长辞，他生前一直坚守祖训，希望后人能把霍家拳发扬光大。而霍元甲标新立异创立精武门，这无疑是愧对列祖列宗。3天之后，你要是不砸了精武门的招牌的话，我绝不放过你！看着父亲的灵位，霍元甲回想起与父亲的点点滴滴，相信他在天之灵，也不希望看见他们兄弟反目。于是隔天，霍元甲来到大哥的住处，想恳求他理解自己的苦衷。可就算霍元甲跪在地上，最终换来的只有一封冰冷的战书。很快来到约定日子，双方各执己见，拳脚相向。霍元甲如今已习得百家武学精髓，大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眼看霍元甲处处留手，霍元武也不再纠缠，把霍家拳谱甩给霍元甲，就准备离开。突然一封信从拳谱中滑落，原来霍恩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终于理解了霍元甲的武学思想，并留下了这封遗书，希望后人能破除门户之见，让更多的国人研习霍家拳。霍元武看着父亲的绝笔信，也总算释然了，决定辅佐霍元甲，将霍家拳和中华武术发扬光大。不曾想就在这天，一个小日子来到精武门踢馆，此人身手不凡，3两下便解决了一众弟子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欢迎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集接着看。3天之后，如果霍元甲不来的话，我会铲除精武门。眼前这个黄毛可不简单，用时不过2分半钟，便轻松击败了精武门一众弟子。此人正是岛国第一高手伊藤，他的妹夫宫本一郎曾是霍元甲的手下败将，而他这次踢馆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。霍元武见状立马上前迎战，不曾想伊藤竟以牌匾作为武器，高举过头旋转2周半后，径直推向了霍元武。想不到精武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两人僵持片刻后，伊藤再次抬手发力，将霍元武震退数米。为了这块破匾，值得吗？伊藤扔下牌匾，并放出狠话：3天之后，如果霍元甲不来的话，我会铲除精武门。随后他撇下战书扬长而去。然而霍元甲前不久因收到假冒女友笔记的书信，来到一处偏僻的树林，岂料一切都是龙海生的阴谋。他暗中设下埋伏，想抓住霍元甲，可霍元甲功力深厚，众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关键时刻，霍元甲被真理硬控，龙海生则趁其不备将其打晕，把他送进了俄国人的地牢。为了彻底毁掉霍元甲，龙海生还强行给他注射鸦片，哪怕最终霍元甲被徒弟们救出，也不幸染上了毒瘾。伊藤前来踢馆时，霍元甲刚戒除毒瘾不久，身体并未完全恢复，因此霍元武打算代替弟弟迎战伊藤。一旁的刘振生想要阻止他，若当年不是太极高手冯师傅以生命为代价让宫本暴露了必杀技，霍元甲估计很难战胜宫本。而伊藤的武功明显在宫本之上，这无疑就是去送人头。霍元武思索再三，还是决定把霍家的希望托付给霍元甲。他临走时谎称自己是要外出探望朋友。元甲，记得要把霍家拳发扬光大，不要给霍家丢脸。很快便来到约定日子，伊藤早已恭候多时，见对手不是霍元甲，眼中满是轻蔑与不屑。霍元武使出密宗拳攻向伊藤，可对方就像开了柜一样神出鬼没，根本无法伤其半分。你的功夫比霍元甲的徒弟是要好多了，不过打败你也只需要3招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霍元甲是否会为你报仇？随后两人开始第2轮对决，伊藤的腿法极其凶悍凌厉，双方交手数招后，霍元武明显处于下风。
他调整身姿后再次发起进攻，岂料出拳时被伊藤稳稳接下，手脚并用后依旧无法挣脱束缚。中华武学博大精深，尔等匹夫怎能理解？随即两人腾空而起，旋转2周半，落地时伊藤抢占先机，挫伤霍元武的手腕，将其抛出10米开外。完事还不忘对其羞辱一番。霍元武一怒之下拔出大刀劈向伊藤，岂料转眼就被对方硬生生废掉胳膊。伊藤一脚将其踹倒在地。你不是说中华武学博大精深吗？你还有脚？28路弹腿你会不会？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此时的霍元武已是风中残烛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反抗，却仍旧无济于事。伊藤拉住霍元武的辫子，表示他如果愿意认输，承认中华武术不如岛国，就放了他。霍元武为了民族尊严宁死不屈，最后被伊藤扯下头皮残忍杀害。等刘振生几人赶到时已然无力回天。临终时霍元武告诉几人，让霍元甲养好身体为他报仇，也是为国人争一口气。陈真回到精武门后，得知师伯被小日子杀害，愤怒至极，转身单枪匹马前往日本道馆找伊藤算账。岛国杂碎见有人踢馆一拥而上，却无一人是陈真的对手，转眼便横七竖八倒地不起。那么陈真能否打败伊藤，替霍元武报仇呢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你来我的道馆是想请我喝酒的吗？你想喝酒啊？下一坛酒我会在你坟前喝。这个男人有个特殊的癖好，家中衣柜挂满的不是衣服，而是手下败将的辫子，上面竟然还有霍元甲的名字。此人正是岛国第一高手伊藤。原来就在前不久，霍元甲的哥哥霍元武代表精武门与伊藤展开生死对决，可伊藤真正的目标是霍元甲，霍元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他以生命威胁霍元武，让其承认中华武学不如岛国。霍元武铮铮铁骨，宁死不屈，绝不向这些侵略者们低头，最终惨死在伊藤手下。他的辫子也因此被挂在了那个本该属于霍元甲的位置上。陈真得知大师伯的死讯，愤怒至极，决定孤身一人前往日本道馆找伊藤索命。叫伊藤出来！小日子见有人踢馆，便一拥而上。陈真不费吹灰之力，3下5除2就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。你来我的道馆是想请我喝酒的吗？你想喝酒啊？下一坛酒我会在你坟前喝。话音刚落，陈真就对伊藤发起进攻。尽管他骨骼惊奇，天赋异禀，但此时他的武功仍未达巅峰之境，很快就被伊藤一脚送出门外。完事还不忘羞辱他一番。你这辈子不会太大的出息，还是找到你的女人私奔去吧。伊藤说的女人正是东洋特务王秀芝，两人因长期相处早已两情相悦，得知上级要暗杀霍元甲和陈真，冒着生命危险将两人救出。而此事很快被组织头子王希文察觉，决定对其强行实施开包惩罚，若有不从就以叛国罪论处。王秀芝害怕再也见不到陈真，只好选择服从。可私奔当天他犹豫了，害怕现在的自己配不上陈真，最终他们错过了约定时间。不久后，霍元甲终于成功戒除毒瘾，他看着哥哥的灵位悲痛不已。得知事情原委后，他当即就要找伊藤报仇，幸好女友赵倩楠拦下了他。元甲，大哥的仇不能不报，可是你现在去无异于送死啊！此时的王希文正密谋着如何才能彻底挫败中国人的志气，于是他对伊藤下达命令，让他参加上海万国比武大会，在擂台上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打败霍元甲，想要彻底击垮我们民族的希望，从而实现他们逐步侵略我国的目的。不曾想，霍元甲对大哥的死无法释怀，他跟陈真一样独自去找伊藤报仇，没想到对方早有防备，安排武馆4大高手迎战。国家主人交代，让我们4位先招待霍先生。几人拔出武士刀，对霍元甲群起而攻。霍元甲轻松躲开后，顺势控制一人的手腕，把众人的攻击尽数格挡。随后夺走武士刀，使出南派流花剑法迎战。几人虽是岛国1等1的高手，可终究不是霍元甲的对手。你竟然用南派流花剑法来迎战我东瀛武士刀，倒颇有我剑道的韵味。我不是来说剑术的，我是来报仇的。霍元甲手起刀落劈向伊藤，可对方竟使出一招空手接白刃，然后一脚踹飞了霍元甲。就算你没有抽过大烟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伊藤十分嚣张，拿出了霍元武的辫子耀武扬威。霍元甲见状难掩心中愤怒，上前哐哐就是2拳，没想到伊藤根本不在意，还满脸不屑羞辱霍元甲。你出手的力道就像个娘们儿，你现在就是个东亚病夫。随后他2拳便将霍元甲打倒在地，接着从天而降重拳出击，若拳头落在霍元甲的脑袋上，那么今日就是大结局了。可他没有当场杀了霍元甲。到了万国比武大会上，我再当着众多中国人的面，再慢慢的折磨。霍元甲回到精武门后，并没有一蹶不振，为了给国人争一口气，同时也是为死去的大哥报仇，他潜心修炼迷踪拳，势必要打败伊藤，一雪前耻。不久后，霍元甲协同徒弟们来到上海，为参加万国比武大会做准备。他在挚友农敬孙的提议下，决定效仿奥林匹克精神，把精武门更名为精武体育会。那么他最终能否打败伊藤，替哥哥报仇呢？欢迎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集接着看。你给我离开精武门！你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好，我走。